各位，中日如果发生战争，最怕的不是中国的武器不够先进，也不是中国的军人不够勇敢，真正让人担心的呀，是藏在中国的那些日本间谍，还有那些吃里扒外的内奸。这些人偷偷的收集军事情报传给日本，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啊！以前发生过一些案例啊，多次给中国上了一课。最近呢，日本的一些动作又让中日关系成了大伙聊天的热点。他们那边呢，有人老是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，踩中国的红线啊，这么一来一回呢，气氛就有点紧绷了。一说呢，可能要起摩擦，很多人立马就想到飞机大炮，琢磨中国的装备够不够硬，士兵够不够勇。当然，这些重要。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潜伏的日本间谍，还有更可恨的是那些打了国家的好处却转身把国家给卖了的内鬼。说句大实话，明枪暗躲，暗箭难防啊！这些躲在暗处递刀子的，往往比摆在明面上的对手更麻烦呐。现在的较量早已不光是战场上见真章了，仗没打起来之前，情报战早就打得热火朝天了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是中国的底牌被人摸清楚了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日本搞对华情报那可是有老传统的，不是老话说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吗？是吧？日本就一直想看透中国，而且方法越来越花花。你看新闻里偶尔会报道抓了个间谍，这人呢可能不是什么黑衣蒙面的特工，反而可能是某个日本企业的高管，或者是去中国搞学术交流的教授，甚至是个普通的游客。前2年不就有个日本药企的高管在中国待了20多年，人模狗样的，还当商会领导，结果暗地里呢在搜集中国的各种信息，最后被判了刑。日本大使还跑去法庭听着我估计这脸上肯定也挂不住吧。还有一种是披着环保文化合作的外衣，实际却是到中国搞测绘套资料的。这些人呢都是挺能装的，混在普通人里防不胜防啊。不过呢，跟这些日本的外来间谍比呢，中国的家贼更让人气得牙痒痒。举个例子，以前有个外交部的翻译被派到国外工作，结果被外国间谍机构用钱给拉下水了，把大量的中国的国家机密都给出卖了。后来辞职跑到国外，带走的电脑里存了几千份文件，里头一大堆绝密机密。这种人的危害有多大呀？他可能会让一次重要的外交谈判白白努力，可能让渔民祖祖辈辈打鱼的海域说没就没，为了那点私利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扔到脚底下踩。最后呢，当然他被判了死缓是咎由自取。可是呢，最新呢，中国的外交部对日本的旅游发布了数个警示，也提示了日本发生了很多对华人的这个袭击的不良的事件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这个就是3番2次的劝不要去日本旅游了这个时点。可是呢，刚才的最新的一个热搜把我给气乐了。现在去日本的旅游的中国人下降了50%。那位说这腰斩了，那数字不还挺多的吗？还有50%呢，人家就是喜欢日本呢，就是想去啊。这好吧，哎呀，这样的人各个部门都可能有，他们位置关键能够接触到核心的东西，但是因为贪财好色或心里边有怨气，成了内鬼。他们造成的损失很多时候是钱算不清的，而且特别难发现。要真有点什么风吹草动这些暗处的漏洞比前线的坦克更让人担心。你想想，要是对方通过内鬼早就把这个中国重要设施的位置、防卫弱点摸得一清二楚，那中国不就等于在明处挨打吗？他甚至不用直接偷军事地图，可能在平时的经济谈判、政策制定里稍微使个绊子，透个底儿。长远来看，危害
更大。日本那边现在搞情报是全面升级，是吧？玩全谱系，就是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，网络、人力、信号啥都不放过啊！你看看日本现在呢，也是花了大价钱，是吧？收买中国的一些败类。你看看在中国的这个网络上充斥着都是什么样的文章啊，而且点赞量巨大。说实话，台海要开战，第一个被拖下水的很可能是我们普通人啊！所有人都盼着国家统一，但是不代表跟着瞎起哄，因为一旦局势乱起来，最后要扛起所有的还是普通过日子的人啊！一打起来，连锁反应就会传到每个人的身上，高市早苗发表错误言论啊！这个就是想跟着一些西方国家起哄啊，然后呢，把中国拖入战火。台海要是真的开打，不管战场上谁输谁赢，第一个被拖下水的肯定是我们自己。别老沉浸在美国敢插手就让他有来无回的这种豪言壮语里，光是听着爽。可是，一旦真开火，经济、民生、社会秩序哪一样不先崩啊？嘴上硬气，日子照样得过，谁能替你扛炸弹呢？啊，说现在的日子不算是大富大贵啊，这个大多数能够按时上班领工资，下班去菜市场挑新鲜的菜，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，手里边攒点闲钱，生病能去看病，老了有基本的养老保障啊，背后全靠和平两个字撑着。一旦和平碎了，一切都会彻底崩塌，没人能够置身事外啊！别觉得打仗离我们很远，是吧？啊，台湾、日本，对吧？啊，离中国都不远，战火一起啊，是吧？这个中国的这个大陆就会在炮火辐射范围内。什么大陆和台湾的有贸易多少，这个和日本的贸易有多少，俄乌冲突，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多么惨，停水停电啊！一旦中国开打，中国也会很惨。像这种人竟然还都是中国的所谓的大 V， 这位叫山河月明史的有74万粉丝，这位叫论史家的有46万粉丝。像这种统一的模板啊，劝中国人忍下去，别打了。我在网上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不下10个20个，基本上都差不多一个模板。你说这些人啊，那是自发的呀，还是说背后有人给他们钱啊？这就不好说了是吧，朋友们？那问题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汉奸内鬼为什么这么多呢？因为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洗脑了多年呢，这些老帮菜都还50、60岁的壮年呢。走进日本人院，你会大吃一惊，感觉到自己走进了一家宾馆。倘若哪个护士给患者输液针头扎偏了，完全像犯了大罪，跪在病床前不停地行礼道歉，甚至还哭着说对不起。没想到手术室的服装更是花色鲜艳，如此好看的服装出现在手术室，确实使人无法想象。枪声与微笑，刘洋。以色列的安全检查是出了名的，其他国际航班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就可以了，但是坐以色列的航班你要提前4小时，而且专门有一群以色列人在北京的首都机场候着你。他们在机场早早准备了一个地方，没有中国人，全是以色列人。他们经典的安检方式就是不停地问你问题，看起来问题没有什么针对性，左一句右一句，但他们肯定有一套严格的评估系统，很多问题会被不同的人问好几遍，略有出入他们就会揪住不放，所以你要提前4小时到，一点也不过分。
我们内部呢情况也比较复杂，有工资，工资后面呢其实有强大的资本阶层，本质上工资也是被豢养的一群，他们把刻薄当成了深刻，把批评呢当做了独立见解，非常专断，容不得任何对他们的反批评，批评他质疑他就叫做极左。其实工资这个群体呢，它是一个特殊生态的产物，它是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一个副产品吧。他们往往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受到良好教育，实际上他思考能力是很有限的。然后呢，改革之初见到了西方，然后就崇拜啊，就跪下来站不起来了。这个，也就是他那一瞬间的震撼，就成了决定了他的终身。这些人有点才气，其实在这个改革进程当中获益也非常的多，但是他没有感恩之心。但是它是复杂生态的一个部分，仅仅的批评他们啊，这个是没有用的。就观察舆情的朋友也知道，公知实际上啊，他已经式微了，就他的那个影响力往下走。我觉得至少年轻人没有跟着公知走，对吧？年轻人他比较阳光，公知实际上他们人格是有缺陷的，心理非常扭曲，他永远盯着黑暗。明明上帝给你一双眼睛，又看黑又看白，结果他永远盯着黑。所以在他眼里，熊猫不是那个黑白相间很可爱的，熊猫又是黑的，所以上帝给他赐予的能力，他用了一半，而且很阴暗的一半。我觉得他们好日子结束了。金灿荣教授看的那是非常的透彻的呀，所以啊，在打日本收复台湾之前，中国内部这些海量的内鬼公知们，那该有一个办法呀，不把这些人清除了，隐患那是相当的大呀。点个订阅吧，咱们下期再聊。